大家好，我是戴主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全新的 Mini Countryman， 然后这个款式呢就是纯电动的 Countryman SE， 从258,888块起，比 2.0 Turbo 汽油版的 Countryman 便宜了超过9万块。为什么？因为它是纯电动车，免 Excise Duty， 免 Import Duty， 免税价，直到2025年12月31号。那这款 Mini Countryman 其实跟我之前介绍的 BMW iX1 X-Drive 30是一样的电池大小、一样的动力数据等等，但是这个 BMW iX1 是给你11 kW 的 AC 慢充，可是 Mini Countryman 就给你22 kW 的 AC， 也就对标了 Smart #1 跟 #3。所以今天就主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Mini Countryman SE 的驾驶感跟乘坐感。我刚才在塞伯加要拿车的时候是晴空万里的，没有想到一准备要拍的时候，就开始乌云密布。OK，let's move on。这一台 Mini Countryman 是第3代的 Countryman，第一代是 R60， 第二代是 F60， 这一代的代号就是 U25， 它基于 BMW 的 UKL2 平台，就是跟 BMW X1、X2、iX1、iX2 相同的平台，所以第3代的 Countryman 轮距加宽，轴距加长，车身也加长，就让到它越来越大这样子。所以它大到也就让到 BMW Mini 他们在这个Mini Cooper SE 跟 Mini Countryman SE 中间就塞入一个叫 Mini Aceman 的，就是那个小一个中一个大，所以以前的 Mini 是小跟大或者小跟中，现在就多了一个 Aceman 夹在中间。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个汽油版的 Mini 3 Door 或者5 Door 是在英国组装生产，然后这个电动版的就是在中国的张家港组装，运到来马来西亚 Aceman 也是在中国组装。可是这个 Mini Countryman SE 呢，它就是在德国的 Leipzig 组装生产，所以你买到的纯电动的 Countryman， 它是 CBU from Germany 从德国进口，而且价钱还比较便宜 ，right？ 因为它是电动车嘛。所以我觉得 Countryman 它就是这么多年来在马来西亚市场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车型，特别是针对老板娘来讲，它非常的方便。As you can see， 我就尽量讲到真的是不能讲的时候啦。OK，so let's move on。Right， 我们来看一看 Mini Countryman 的后排。上下车的话，其实你看到吗？也是要弯到比较低啦，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的座椅，它是 brown color 这样子啦。我觉得你都买到一辆 mini 了，买到 Countryman 了，就不要再买黑色了，如果有的选择。然后它的门边也跟我之前介绍的 3 Door 一样，用了这种布料材质 fabric 这种 recycle material。然后其实坦白讲，我一坐上来呢，感觉就是一个比较 plastic 味比较重的 BMW iX， 因为它很多地方都借鉴了 iX 的这种设计语言，door handle 等等都有这种 bronze material。但是我觉得椅子我记得以前的 Countryman 就是或者汽油版的，我不确定，它椅子是可以 slide 前 slide 后，它没有这个功能。然后你说椅背的倾斜程度，这边可以拉，一个 stage 2个 stage 这样子去调整椅背。at least 可以调整啦，就跟这个 iX1、iX2 一样，并不是说太过 impress， 但比 iX2 好的就是头部空间这边至少塞得下一个拳头。所以其实 Countryman 一直以来，如果你家里有 Countryman 或者你认识的那种 Countryman， 你就会知道 Countryman 的空间真的就是刚刚好可以罢了，它不是那种。你知道吗？很多人在犹豫你要买什么 C segment SUV 那种肯定是大过它啦。它讲求的就是一种形大于实，实用的实。OK，let's move on。之前第1代的 Mini Countryman 车牌板就是放在下面的地方，然后第2代的 Countryman 就把车牌板移上来，然后第3代的 Countryman 又把 number plate 放回去下面，就走的是一种比较 coupe like 的这种造型。我觉得这个就回到
大家最开始最初认识 Mini Countryman 的样子，当然它整个车子看起来更加的 boxy。Compared to Smart #1 或者#3，他们就一直有 Mercedes-Benz 的影子，有一种小 Mercedes-Benz。可是 Mini 真的就在经营品牌这一块上面，真的下足很多的功夫，让人家觉得买这个车子，它已经超越了 spec， 超越了价钱。我也不管它的续航里程，坦白讲，我也不管它到底有力没有力，我就是喜欢这个颜色，喜欢这个造型，这个也就是 Mini Countryman 的一种魅力。因为很多人的家里，老板、老公都是可能驾5 Series、7 Series 或者3 Series， 那老婆的话就不要再加 iX1 或者加 X1、X2 了，那 Countryman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说车尾造型方面 ，U25 Mini Countryman SE 也用了 Union Jack 英国国旗的造型，这个我们在上一代改款版的 Countryman 就已经看到，不过现在它整个造型，看起来更加的立体，更加的 sharp。那驾驶模式我们见得多，但你应该没有看过 Driving Light Mode 的，可以改变车灯的 pattern。在中央萤幕里面选择 Classic、Favor 或 John Cooper Works。而不只是尾灯啊，连车头灯的 pattern 也可以跟着一起改变，让你用同样一个 hardware 也能玩出不同的外观造型。然后这个 Mini Countryman 其实在国外有2个啦，一个是 E， 一个是 SE， 都是 66.5 kWh 的离子电池，差别是低配的那个是单马达前轮驱动，这个 All4 就是双马达4轮驱动，然后续航里程是432公里 WLTP。不过就像我每一次介绍 EV 我都会说的，这些续航里程标准只是供你参考。正常来讲，你要 deduct 30%， 就是300公里左右，因为你不能够充超过 80%， 你用不能够低过 20%。但好就好在它是支援22 kW 的 AC， 我要再次强调，也就意味着你只需要3个小时45分钟就能够充到 100% 慢充。那如果像这个 iX1、iX2 的那个11 kW 的 AC， 你就要花1倍的时间。6个小时到7个小时才能够慢充到满。所以这一款 Mini Countryman 的行李箱空间，坦白说并不是很大，最主要是因为地板凸上来比较高，而且下面也没有太多的储物空间。然后我放入我自己的这个相机 bag， 还有一个电脑 bag。OK， 大概就是这样子。要放小孩的脚车应该是勉强可以啦。所以 Countryman 就是怎么讲，它就是为那些想要买 Mini 3-5 又觉得行李箱空间不够大、开口面积不够宽的人另外一个选择啦。哇 ，Aircon，OK，Aircon 也是在荧幕里面去调整。OK，very low。蓝色的车身颜色。然后 brown color 的座椅，再搭配蓝色的刺绣，还有这种绿色的布料材质，整个就是让你好像在走 fashion show 这样子。然后这个圆形的中央萤幕，我在之前介绍 Mini 3-Door 的时候已经去分享我自己对于这个 design 的看法。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块萤幕主机，你可以去看那一支影片。所以我主要要讲，其实它的整体格局就跟这个 Mini 3-Door Cooper SE 非常的相像，只是在它的 door handle 跟这些储物空间地方就有一点点的差异，因为毕竟车子的格局上有一点点的不同。然后这个 armrest 呢，它是可以这样前后去调整 ，wireless charger，OK， 然后这边更大块，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呢，它的整个design会让我觉得它的plastic 感还是很重啦。plastic 这种东西就看你怎样去包装它啦。如果你把它包装到，你可以叫它 vegan friendly， 只要你是 non-animal product， 没有动物的皮，你用 plastic 也可以叫 vegan 啦，明白意思吗？所以它整个看起来就是哈曼卡顿的影响，我觉得真的是高级感，它也不可以讲叫高级感啦。你做高级，哇 ，smart 更高级，可是 mini 就是跟你讲，我就是要这样子做，所以就整个设计上面。它的这个所谓的 interior design 啦，10分我可以给它7.999分。那这款 Countryman SE 还有4个模式的 Massage Seat 按摩椅功能，还有多种体验模式，就很像 Apple Watch 这样子，在 Face Gallery 选择 Watch Faces。那最新的 Mini Connected 可以下载游戏，用中间这块 screen 来玩 game， 还有标配无线的 Apple CarPlay。
所以这一款258,888块起的 Mini Countryman SE04， 它的这个动力数据跟我介绍过的 iX1 xDrive 30非常的接近，313个 PS， 494 Nm， 0到 100 5.6 秒，极速180 km/h。So 呀，这个数据就是很典型的 BMW 这种双马达前驱平台电动车的动力。但重点就是知道我讲什么了吗？你应该知道我下一个要讲什么了，就是车重。因为这一台车子呢，它的 EU Unladen Weight 是2075公斤，这是什么概念？上一代的 2.0 Turbo DCT 的 Mini Countryman Cooper S 是1535公斤起，也就是说，这个66.5 kWh 锂离子电池的 Mini Countryman 比 2.0 Turbo 的版本重了超过500公斤，所以驾驶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500公斤对它造成额外的负担？坦白讲，就直路加速，你觉得车子非常的轻，这500公斤完全在这500公斤在494 Nm 的双马达的这个抵消下，你完全 feel 不到。只是说过弯的话，难免就会觉得那个赘肉更加的多，它更加的怎么讲 ，body 肉更加的明显。可能它用的这个是 Pirelli P0 的 tires， 所以它的这个轮胎噪音明显的比较大其实通常EV 的 SUV 胎噪声都很大的，除非你的 EV 是hatchback 或者你是 sedan， 不然 SUV 真的你会无限放大这个胎噪声。所以我刚才在 highway 走了一段过后，我发现这个 Mini Countryman， 其实以前一路以来 Mini 的这个隔绝路面的噪音或者隔绝路面的震动感都不是说特别的强，它就是卖什么？它卖路感。它卖它的反馈，它卖它的转向力度，它卖它的悬挂的刚性，它卖它的这种很敏捷、很灵敏的操控表现。它不是卖你 Lexus， 它不是卖你很舒服、很 comfort 的那一种 luxury feel， 它不是卖你这些东西。只是说在这一台 Countryman 身上，我就觉得有2个噪音会影响你的乘坐跟驾驶体验。第一个就是胎噪声，第二个就是风噪声，因为我 double confirm、triple confirm 下ini bukan， 它这个不是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只是一般的玻璃啦。这个就像我们每次讲，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当没有引擎、没有 2.0 Turbo 或者没有 1.5 L 3-cylinder Turbo 之后，所有的组装品质都会用更严格、更高水准的方式来检验。加速。哇，它再这样出来，我就差不多看到孙悟空然后就跟我之前介绍 Tredo 一样，它有非常多的驾驶模式。刚才那个还不是说最 extreme 的驾驶模式啦，还有一个叫 Go Kart Mode。Go！ 我靠！看他没有车了哈，我们 ready 哈 ，we say 3, 2, 1, go！ OK， 我觉得 Countryman 就像 BMW iX1、iX2 这样子，要力有力，然后过弯的水准你可以用80出junction，90、100、110、120、130，你可以甩出去、放出去、那样子去，这个 Mini Countryman 都能够应付到你。如果你跑山的，你要去云顶你要去乌鲁亚，你要去各种的山路，这个车子能够给你在一家大小，在行李箱的同时，又给到你 Go Kart 的 feeling。这个东西我们是不用去怀疑它的。你现在的策略就是 Mini Malaysia， 他们就是把它定价在比汽油版的 Countryman 便宜，所以你就会在那边想，哇，我买一个汽油版的 Countryman 我要给300多钱哦，很难想象是不是？以前 Countryman 什么价钱呢？以前 Countryman 都是卖，就是现在这个价钱呢，258千，200多钱。现在 Countryman 都要360千啊，360千就是 BMW 520i M Sport。所以电动车这个电动的策略就让到你可以用回原本 Mini 的价钱，买回原本你要买到的 Mini 车型给你更好的 spec， 只是你要去
克服掉 range anxiety。有没有 range anxiety？有，肯定有，讲没有是骗人的，因为300-400公里，你知道吗？我觉得它针对的就是那一些原本已经是 BMW 的用户，家里面你的 car Porsche 已经有 BMW 的 iWallbox， 没有事情，2-3天 plug in 一次，睡一觉醒来给它满满，不用睡一觉了，3-4个钟就可以充满了。等一下我就换去这个后排空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坐在后面的感觉呀，看是怎样子啦。OK，so let's move on。OK，so 我现在就坐在第3代 Mini Countryman SE 的后排。刚才我们已经从 SKVE 走到 Sarjana Putra， 经过了一大堆的 bump， 一大堆的这种，我老，大家都知道，不跳就不是 Mini， 不弹就不是 Mini， 不颠簸就不是 Mini， 路感不强就不是 Mini， 只是这个车子因为增重了500公斤啊，让到这个每一下更加的重啊，那个拳。本来是降回拳，现在是降回拳，而且那个拳头更加大力，打下去的时候更加的挤到你的肉，更加的省这样子。再加上这个是电动车啊，所以你的哇喂，你的整个脚不能够踩到太深，所以你的脚放上来这个地方就要怎么讲，就是 something wrong 啊，那个坐姿的感觉，它 rest 放高一点。但它整辆车子最好就是它的这个 headroom 啊。很够啊，所以不至于敲到头了 ，almost 要敲到，可是没有敲到。然后再来你的这个 elbow room 跟 shoulder room 都明显的比之前的 Countryman 更加的宽。So based on 我之前驾 BMW i5、i7、i4 等等，我觉得如果你是驾 BMW 的电动车，不要用 B mode， 除非你不要载人了，你就调去 Energy Recovery Low 就好了，你就这样驾，把它当汽油车就驾。因为所有的 EV 你一用 One Pedal Mode， 对于乘客来讲是很容易晕车啦，更容易晕车呀。像我之前讲的，如果你要买来载人，真的，除非你很讨厌那个人，除非你跟他有仇，你才叫他坐在 Countryman 的后面。那这么巧，刚好我身边都有2-3个人，或者我认识的人都拥有 Countryman， 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就是，这些拥有 Countryman 的人通常都是老板娘家啦。然后他们家里面都有很多 MPV 大辆的汽油车，可以走长途，可以去Penang、去 JB、上 KL， 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对于 Countryman 的里程并不会过度的依赖。也就是说，平时他们可能也是1个礼拜打一次油，1个礼拜多打一次油，然后每一次都是加一个300-400公里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你通常都是住 landed house 啦，至少啦，你住 landed house 对你来讲装个 wallbox， 可能你家里本来就有 wallbox 啊，这个也是可以无缝接轨的一个过程。然后而且我遇过真的是不少老公是担心老婆一个人去油站打油的，特别是晚上的时候。那晚上的时候放工了，或者从哪里直接回家 plug 进去，怎样都安全过你一个弱女子在油站里面去加油。所以我觉得 Countryman 它可以取代汽油版的 Countryman， 这是很肯定的啦。只是说打压啦，你最大的 maintenance 就是打压了，因为过去你讲驾 Mini 你都会有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都会有汽油引擎的这种烦恼啊，定期保养、定期维修。电动车也是有，不过相对少，零部件相对少，在保养起来方面。你可以跟他相处更多的时间，而不是把它放在 workshop 更久的时间这样子啦。关于这个 Mini Countryman 有什么东西，或者你已经是车主，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给准备要买 Countryman 的朋友一个参考。So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大家 Facebook 时代主义，记得留意我的下一支影片。I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to do one cut。